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来点吃粮，来点醒吃，来点正能量。刚从菲律宾回来，对啊，没错。觉得怎么样？人生第一次，第一次，也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。为什么会就是到这个年纪的那种第一次？没有，不是。我之前曾经有去过中国，我自己也是一个人，但是去那边有一段期间有朋友接应。对。不过毕竟中国这整个地方看到的都还是，即使是简体字这些字也是认识的。好，那总体而言怎么样？总体而言就是对这个世界更认识了。对，借由这个感觉有很多可以分享的。算是，就是虽然它这个主题，有可能我去的是菲律宾，或者说这个主题感觉我们要讲的是菲律宾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我透过菲律宾这个机会，让我看见了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国家，很可能都跟它有一些类似的地方。怎么说？那一下飞机之后，就是坐上他们的 Uber，就他们 Uber 叫做 Grab，然后在马路上开的那个状况，就让我非常的震惊。对，发生什么事？就是4条4线道的马路，然后从机场要开离开，然后这个汽车都是交错的。台湾就是汽车、机车，然后你可能觉得还有脚踏车是多的，对不对？另外一种，但是他们的车款很多，汽车、机车、脚踏车之外，它还有就是你这像是公车，但是它不是公车的东西，这个要配图，然后还有就是3轮车，然后你讲3轮车，你可能没有概念，比如说小时候我们骑游戏3轮车，不是，它3轮车是像摩托车版的更大一点的3轮车，然后它3轮车是右边一个轮子带一个车厢的，它的司机就是骑着摩托车，然后它后面可以坐人，就跟我一个摩托车一样，但它右边它可以带一个。好，反正我们也会放图，就对了，应该都会放图。这个，对，这所有的车种混在一起。对。那他们有好好的骑马在4线道的那个线里面吗？没有，就是那些画家的。好举个例子啊，我不是说他们故意要违规，但是就是他们比如说要左转的话，你要怎么办？4线道马路上你要左转，你应该要在去到入口前，先慢慢的移动到内线道，然后可以左转。好，那如果入口相对如果密集的话，那是不是就是看起来就是车队的乱序？它最大的问题不见得是他们的行车习惯，可能也跟道路的规划也是有一定的影响。有所谓的待转区嘛，像我们现在机车都有，倒没有特别注意。不过如果有的话，大概也不是很担心。好，就是整体上它有各方面的原因，让大家在这个环境下不那么认真遵守这个规则。而且我看到你脸书，你还有马车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有马车在，马车也是可以跟汽车们同样都。对啊，他没有说马车专用道，对，没有这种事。反正爱怎么走就怎么走，可以这么说了。你是怎么选择你要搭 Grab 还是搭像刚刚讲的那种比较特别的3轮车？就是它有这么多交通工具嘛，你是怎么选择要搭哪一种？它有捷运，但是它的机场没有捷运站。那它的捷运距离机场很远喽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有好一段距离。好，我实际上做功课的时候，那时候发现他们最方便的就是开车，然后问我的是为什么我们不用一般的计程车交车方式？应该是因为 Grab 比较，是不是收费比较公道？你讲的太客气了，是因为一般的 taxi 他看到是外国游客的话，就会。可是像我们的面孔这样，他会看得出来，对啊。好。而且他可能在一开始上车的时候跟你讲的正常价，下车跟你讲的。那 Grab 是你事先已经，就像 Uber 已经付款了，所以他就不会再给你额外的，就跟 Uber 几乎是一模一样。那你这样就不应该会有上当的机会啦！你既然都这么要回程的时候 ，Grab 还要时间，但是前面就有 taxi， 但是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说，它是连 taxi 都不如。因为它叫做像台湾的 taxi， 你会知道它是黄色的，你就知道 taxi。但是黄色的车前面停了一台黑色的车或者绿色的车，然后司机下来跟你招手，这个叫什么？还有你会感觉它是私人问讲。对，那个在中国的话，它术语叫黑车。台湾机场那种地方，其实计程车是很严格要排班，而且会被现场的人员管制，所以不太容易出现黑车。对。但是我们的黑车大概也不太黑啦。对，因为我们台湾人的想法是这种事情。奉公守法，对。但是我意思说，所以它那个是它虽然有 taxi， 但事实上就算有黑车停在那里，也不会有人管，所以反正很容易游客就会。就这样转乘的巴士，好像每40分钟还是1个小时会有一班，但在不是在1个小时来的这个期间，就会有各种来招揽客户的。想说这边会有人，好，总之发生什么事，你们上去了，然后呢？上去那时候他一开始跟我们说要300块，什么币值？
菲律宾币。多远的车程？机场的2个航厦之间。总之，他有给你一个价钱，然后你也觉得可以接受，你就先上去。好，我们原本就已经有提防了，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安全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查了一下 Grab 嘛，Grab 是公道价，所以比起来 Grab 是200。那时候他就喊什么250啊，他看我们在犹豫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说250，然后我就说200，然后他就好200，然后我跟我朋友3个人，对，然后他开到最后之后，我朋友给他1000块，然后他就找我们400块。所以他的200是一个人200的意思。他这个就跟说一个人200。OK， 对，好，就是就是很黑就对了啦，反正就一定要用 Grab 太安全。可以这么说，就是旅程中我试着换他们的立场想，游客就是待宰羔羊嘛，就是反正你之后不来我这边消费嘛，就是我们之间不用特别信任，反正对我来说，我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尽可能从你身上榨出更多的油。其实我也有被计程车司机炸过。你猜猜看在哪里？应该在国外吧？对，当然是在国外，在台湾我也不会说，因为台湾人都很善良。我在以色列，我那时候就是大5还大6医学生交换的时候，我去以色列，然后我只有搭过那么一次计程车，因为我搭过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再也不敢搭了，就是跟你有一样的感觉。反正我也是在公众场合那种真正的 taxi， 就是看起来都一大排，然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正常这样子。然后反正呢，我就是搭到某个地方，然后他也是跟我说多少，然后后来我付给他钱的，我已经不记得价钱，但是反正我付给他，他叫我给的那个额度之后，比方说他50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假设你给他100，然后但是他应该要找你50，他没有找你，多给他，你希望他找你钱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，对，因为他就有可能就是不找你钱，所以你一定要准备够小的面额，可以避免他如果要再跟你要，他拿不到。所以后来我就全部大家东西放进去，因为我觉得这个，因为我作为一个小女生，其实这样还蛮危险，所以我不太敢跟他吵，反正就是当做认赔这样子。那你坐马车呢？坐马车有被炸吗？有啊，就是。可是我原本以为像马车那种东西，就像比方说我们如果是观光景点，因为竞争很激烈，所以每一家的价格应该都是差不多的，不会有额外再要涨你钱的情况。要不然万一评价不好，这样不是等于大家就不会去那一家？前提是你要给他评价啊，什么样的情况会给他评价？就你今天他如果是店面，他如果开在景区的店面，他可能大家会给他 Google 评价，对他。但是因为他都没有，对，但是他马车你要怎么给他讲？那一台马车有问题，你要怎么跟下一个人讲？所以他们没有这个做坏事会被抑制的机制。像你 Grab 的话，你也可以跟你客人在要钱啊，他也可以做嘛。但是他做了之后，我们怎么样投诉他那个车号怎么样？对他们来说会有问题。生活在台湾太安全，所以不太会想说啊，竟然有这样的方式。尤其是那个马车的车夫，他是一开始就跟我说，哎呀。你是台湾人啊，我也对台湾是。所以他有跟你套交情。对。那其他层面呢？你去那边吃的啊、住的啊、玩的啊。坐在他们车上，除了看到交通很乱之外，还会观察到几个现象。第一个是他们的红绿灯要等超久，他们有那个秒数，有随便一跳就180。那180秒当中，对面的车流都是很频繁这样一直流过，还是就是很稀疏这样？很频繁，也是流过，对他们车很多。再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搭一趟车的路程就要很久，虽然距离看起来没有很远，跟我前面讲的交通也有关系。像对我们台湾来讲，90秒我们都是快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180，你觉得他们看起来是很有耐心，还是他们没有耐心？就是这样。反正习惯就是这样。但是有时候没有耐心，可能就叭叭叭然后想要挤到前面，类似就是这样。但是到路口还是过不了啊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么久好像还蛮特别的。我一开始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，我说哇，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，哇，他们家红绿灯要这么久哇。但是后来发现不对，就是搭一趟车的时间多出了10分钟或20分钟，交通的体验就会变差。你在那边是完全没有达到他们的捷运？没有我的路线是不捷运。我在想会不会因为这样，他们就会反而比较去搭捷运来避免这个交通的拥塞。那显然是他们的捷运路线不够方便，然后在下车之后走在马路上就会遇到几个问题。第一个是空气不干净，你可以想象我刚才讲的那个环境，所以会有废气的。我去有旅馆的过程中，在公园附近有人像是烧稻草，不知道在烧什么东西，反正整个就味道就很臭。那旅馆里面呢，应该还好了吧？我自己去的那家旅馆，我觉得这地方还不错，除了它的食物不好吃以外，对，就是这个不好吃，不是说不符合台湾口味的不好吃，是真的不好吃。好了，听起来就是一言难尽。对，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？
我其实对食物比较有兴趣，但好像听起来就这部分可以放弃了这样。对，我可以秀图片了，可以秀图片，但是你要我讲说那个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再举个例子好了，就是菲律宾他们的餐厅，他们的东西看起来它写的是英文，但是它其实是长得很像英文的菲律宾文。我懂。我看的东西我也根本就不知道哪一行是什么意思啊。对啊，可是菲律宾就我所知，他们普遍英文程度都还不错。那你可不可以用英文问他们说那是什么？说到这个，我跟你说，我听他们的英文我都听不太懂。就是虽然我真的，那我先问你哦，你在整间遇到菲律宾籍的外籍移工，你不觉得他们英文都很棒吗？经验还好，没有那么多，比较没有。他们就先讲说 go to 马，什么马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他讲他马，然后我就知道他们讲的是 more。哦，就是这我是听不懂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那个岛，我也想要去那个岛。要去那个岛，对，去那个岛啊，那个岛是专门看火山的岛。你知道菲律宾它有很多的岛块，然后其中有火山地方就在板块交界。那你怎么选到要去那一个的？我朋友选的。哦，好。它是一个很几乎完美的锥形，就是他在讲的火山那个样子，就是那个样子。可能跟富士山像吗？很像。富士山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完美的锥形，很完美的形状。它跟富士山主要的差异在于，它在比较热带的地方，所以它高的地方上面不会有白头，不会有积雪。再来是它的活跃程度是比富士山还要高，富士山比较像是在睡觉。然后呢，在那边有哪样的导览行程？是介绍地质的吗？我们说火山的行程绝对不是去火山的山顶口那边，不是。那不然是？我是火山附近的城市。哦。如果今天是比较不活跃的火山，可能有机会到山顶口。他们有另外一个火山是有一个叫做火口靠近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去的这个火山，它是主要是去它旁边的一个城市住。它很像去奏迪克家附近的参观，但是不能进去，然后人在远看这样子看。对。好，有一点像对。然后对我来说，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受旅行所吸引的人，但是我到现场看到那个景观，我还是觉得哇，还蛮不错的。对。你在那边待几天？2天而已。除了观览这个火山之外，他们有一个行程叫做越野4轮车。然后你下一站要去哪里？我下一站接下来要前往欧洲。他刚录之前有跟我说，他还蛮焦虑的啦，因为个性上就是会想比较多的类型，所以考虑比较多。对，好，祝你考虑。好，谢谢。这次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参观圣地亚哥堡的行程。圣地亚哥堡是西班牙人在16世纪殖民菲律宾的时候新建的一座城堡。现在去参观城堡，就可以看到当时用来打仗防御的炮台，以及关押犯人的地下通道。旁边的 Rizal 纪念馆也让我特别深刻。到城堡的路上有一个 The Rizal Park， 就有 Rizal 的雕像，雕像前就是菲律宾很大的国旗。除此之外呢，纸钞啊、硬币上面也有 Rizal 的头像。为这样的一位英雄来盖一座纪念馆，显然是很合理的。只是我更好奇的是 Rizal 在生前的时候，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？他是否知道他死后的时候会被大家这么用力的崇拜和纪念？他其实是一位眼科医师，他曾经写书发表言论有反对政府，而是他旅居欧洲的期间，因为菲律宾民间有暴动，所以菲律宾的政府为了要巩固地位，把罪名指向了 Rizal。Rizal 下船的时候，直接把他抓住了，遣送到城堡里关押，到最后将他处刑。在行刑前几天 ，Rizal 写给他爸的信中，请求他爸的原谅。你把我教育了这么多年。可是我最后没有想到，结果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。
对我来说，我当时就有一点震惊了，因为我们从小理解的英雄是很厉害的、很帅的、很勇敢的，但是事实上，我们有了 Richard 的故事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英雄只是后人为了一些目的，或当时一些政治上或民间上的一些氛围，希望有一个集体的意识来巩固对抗西班牙人的形象，所以最后创造出来的英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希望有他的经验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拜拜。